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读书会之前呢，先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每周日晚上的这个直播呢，到今天晚上刚好是破100集啊，第100讲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100集了。那这个直播是2年前啊，因为疫情的因缘而开播的，要播到何时，也同样是要随顺因缘反正就是有缘就直播咯，无缘就停播，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缘生就来，缘灭就去这样就是来去自如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因缘到了就赶快把握，否则呢因缘是稍纵即逝啊，该把握的没有把握，就会造成遗憾跟后悔，而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所以呢我们做到100集的应该也不后悔了但是也感恩大家的护持了100集长期的护持，一起来学习我们希望继续努力现在的国际局势是全球国家在疫苗施打率越趋普及之际纷纷采取与疫共存的做法把疫情呢当作一般的流感，而逐渐松绑了防疫的规范希望让重创已久的国际经济能够早日复苏那现在好不容易呢稍有复苏了，尤其是台湾但却又碰到所有的物价涨声响起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再加上呢最近呢这个乌俄战争还在持续进行中那很多国家也制裁了这个苏联很多国家也要去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难民这也是造成一个国际一个很大的事件那这样子这个纷乱的现象呢，是印证2500年前佛陀告诉我们的2500年后的今天呢，就是一个末法时期跟坏劫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浊恶世哪五浊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5种浊气那一一的印证现在这种战争或者是这个疾疫流行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劫浊了劫数难逃的劫了现在呢后疫情时代来临那局势要怎么演变呢？实在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不管怎么变，我们唯有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随时在观念上跟做法上保持适应性跟灵活性，才有可能在惊涛骇浪的局势中呢惊险过关永保安康这个灵活性跟适应性呢，我们以前也分享过现在不管是你个人上班，或者是你开公司只要你要在这种乱世中能够永保安康的话呢，这2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能应变的好是最好了，那做不到也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只要你会跟就好了跟着善知识走，才不会走失而难以归队跟着导航师走才不会迷航而陷入险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啦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要怎么跟叫做慧根，也才会有慧根500多年前也就是1492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只有哥伦布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发现新大陆而是200多人的跟着他一起孔子是带着他的理想去周游列国，
那哥伦布是带着他的发财梦呢去周游列国的这200多人呢，跟随着哥伦布一起航行呢，而一起发现新大陆这个是要靠一个团队，一个人做不到的这些跟着哥伦布去的人呢，也可以把发现新大陆的这种宝贵经验呢，分享给他的子子孙孙因为这个是历史的重大的发现这些人也因为会跟着哥伦布而见证了伟大的历史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跟着证严上人行脚到台中，一路上呢，见证证严上人心系灾民而悲极无言，也见证了上人如何以过人的智慧呢，去处理救灾跟重建学校的繁琐事务。我跟在旁边学习上人抵达台中的时候呢，台中分会了当地的委员及志工团队就要向上人分享他们为了筹募学校的重建经费而举办千人宴只花了台币40几万，就募到了2亿多的善款，重建经费的善款本来他们以为这样跟上人报告呢，会获得上人的赞叹，好厉害然而上人并没有因募到2亿多而赞叹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在开示的时候对众开示说道我在意的是一个晚上是怎么吃的，可以吃掉40几万。接着呢，再继续说不要大吃大喝，或边吃边喝来帮助人，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这一句经典的开示呢，经过了20多年到今天还犹言在耳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止台湾包括全球所有的慈济据点开始摒弃大吃大喝来募款的陋习现在大家如果去到金石堂坐着甜甜椅吃着这个小圆桌上面简单的那个素雅的甜点那这种方式就是从921大地震之后呢，上人的革新做法。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素养不是大吃大喝的。那能够见证这一段慈济历史的变革，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懂得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会跟着上人去行脚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见学的过程中呢，学习到上人这样的智慧这个从大餐桌的大吃大喝呢，进化到小圆桌甜甜椅的省吃俭用其实讲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变革的因缘是这样而来的。我会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呢，我会跟着上人2013年的11月8号，9年前人类100年来最大的风灾叫做世纪风灾海燕风灾，横扫菲律宾造成63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失踪，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灾区叫做独鲁万市，莱特省的独鲁万市被形容为弃城我们搭飞机从仓库飞过去的时候，那感觉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好像被轰炸机轰炸过的这个城市一样那个叫做弃城他们政府本来要弃城的。那我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风灾发生的时候呢，刚好上人行脚到台北关渡园区那我也参加随师在这个海燕风灾发生的前几天呢，那证严上人才指示我呢才刚指示我呢去斯里兰卡参加水灾的发放的工作。那这个海燕风灾发生后呢，这灾情很惨重虽然菲律宾的志工团队呢有很丰富的救灾的经验他那个地方各位看新闻就知道了嘛这个天灾不断但这一次是国际型的超大型灾难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那个时候我心中就有数了，我相信上人会指派救灾经验更丰富的台湾团队呢过去协助。那天的关渡园区的上人会客室呢，一大堆人挤在里面，座无虚席
那上人在对众开示描述这个灾情十分惨重的点点滴滴呢，之后，上人开示完之后呢，我当下把握那个刹那第一个举手表达说，上人我想参加看灾表达看灾的意愿呢。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知道吗？我是想说上人把灾情的严重程度描述的这么淋漓尽致的这么可怜那个也算悲剧无言的那上人也知道我那时候有在随侍如果那时候呢，上人这样讲过之后，我还不吭一声，默默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一定会被上人看扁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这样子想的那个时候的现场的氛围跟意识让我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自然的就举手了那上人看我举手了，上人就说了，你是第一个举手报名的人就这样子讲很快的呢，第二天总共邀约了10几位有国际救灾经验的志工呢，筹组了一个看灾团队呢，几天后就紧急出团了在没水没电的灾区待了2个礼拜整整的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可以用动人心弦感人肺腑来形容我们看灾团呢，一抵达这个有如被刚刚讲轰炸机轰炸过的这个城市一样比现在乌克兰几个城市被俄国坦克车炮轰的还严重我们在没水没电的灾区现场，晚上就睡在一间废弃的医院地上2个礼拜，那地上很脏很多灰尘，没时间打扫，因为我们一进去就是要睡觉了，因为一到以后马上就要在灾区现场嘛。那其实这种的经验有钱也学不到那今天晚上呢，没时间谈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刚刚只是大略的描述一下也不是要谈这个了，而是要谈另外一个重点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我如果那一次没有随师到关渡，或上人在开示海燕风灾之际呢，我却不在现场可能跑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那就没有当场举手的那一刹那的因缘也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世纪大灾难灾区学习的机会了那个时间点跟因缘就是这么恰巧，这么殊胜。上人一讲完，跟大家讲完这个灾难多严重之后呢，一晚我马上接着就举手。你晚个几秒钟就不行了，你晚个几秒钟，别人插嘴讲话的，你要举手又很奇怪了，可能就讲到别的主题去了那就那个刹那举手这因缘非常的殊胜。那追根究底呢，就是2个字，叫做慧根慧根这2个字，词很淡，理很浓这个慧根，现在讲这个，刚刚讲这个慧根，不是很有慧根的慧根，是很慧根的慧根这个词很淡，理很浓那我把它写成一段顺口溜大家听听看一听就懂了啦很顺口是这样子讲想要有慧根就要懂得慧根一旦慧根就有机会启发慧根那不管是慧根还是慧根只要2者任选其一，就至少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人生。如果2者能够双轨并行，那更会是福慧双修的自在人生。慧根着有慧根的人，这个有慧根的人就会慢慢影响这个慧根的人这样这个慧根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有慧根的人要这样就要懂得做一个会把握因缘的有心人这样一听大家就很懂了，什么叫慧根什么叫慧根呢？2001年1月13日，也就是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的1年4个月，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也发生瑞士规模 7.6 大地震那个时候呢，我的2个女儿都在美国加州念大学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他们学校放暑假，那我家师姐就抓住这个机会呢，邀约他们一起参加由慈济美国总会所主导的这个赈灾团刚好他们也愿意跟着去。就这样呢，
我家师姐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到台湾，然后再转机飞到洛杉矶，3个人会合后，再从洛杉矶飞到萨尔瓦多，路途很长啊，这是他们3个人第一次到萨尔瓦多。那我因为要照顾工厂，又要处理慈济会务呢，所以我就没有去了，我留在马来西亚。那赈灾结束之后呢，我2个女儿呢，各写了长长的信呢，跟我们分享。信中是这样子讲，他说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萨尔瓦多这个地震灾区呢，去见证人生的无常跟生命的脆弱。同时，比起同年龄的萨尔瓦多年轻人呢，大多没有机会念大学，而自己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的知名学校呢求学，感觉自己非常的庆幸，也感恩父母的栽培及养育之恩。我当然信写得很长了，我把它浓缩成这样，重点是这样的。那我要分享的这2个重点，第一个，我家师姐用心良苦，千里迢迢的从马来西亚带着飞过去呢，带着2位女儿呢到萨尔瓦多呢，去人间地狱的灾区走一回啊，而不是趁着暑假带他们去人间天堂的夏威夷度假。这个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2个女儿呢，因为有当初的慧根而种下种子，才造就了现在2个人都是受赠慈济委员的好姻缘。中间当然是风筝飞很远的飞很高，但是没有断线才有可能的，断线就不可能受赠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姻缘还是一线牵的，所以没有20年前的慧根就不会有2位女儿现在做慈济志工的慧根这个跟慧根也很有关系的。我的小女儿呢，能力很好最近有美国的大企业呢，要高薪聘请她去做集团的执行长，开出来的条件是年薪不多，美金50万而已，等于1个月的薪水是台币超过100万了。他没有为之所动，也没有陷入常考，哇，到底一边做志工一边上班好呢还是全部做志工还是干脆就去上班的赚这个钱？他没有陷入常考，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轻描淡写就把对方婉拒掉了。然后他拒绝之后才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觉得很惋惜啦。我在电话中呢，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很正确又很睿智的决定，能不被这么高的薪水所引诱，坚定自己要做志工的愿力，走修行的这条路，这就是智慧。我跟他简单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是给他肯定的赞声啦认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嘛，对，我工厂不做了做全职志工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在第98讲的直播里，那个主题叫做“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如果把它用在我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最好的对照你如果不要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的话就是像我女儿这样的做法了因为这么高的薪水，就等于你把整个人卖给公司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你答应去做从今以后你就要鞠躬尽瘁，做牛做马，甚至压力大到施有何乐？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每个月就是发薪水那一天快乐一点其他29天都很辛苦这就是深坑不过老实讲，能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薪水高的工作，当然是人人求之不得嘛，也是好事一桩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不过如果有更好更有意义的选择的话，这个要具足福慧才有办法去做决定的。那话说回来了，我小女儿也必须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婉拒否则也只好怎么样，无奈的为五斗米折腰做金钱的奴隶很无奈他现在在旧金山是带动美国的年轻人来投入当志工，
自己是投入了访视、发放、演讲，还有研究《法华经》等等。你要走菩萨道，你必须了解《法华经》嘛，那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啊，中文又看不懂啊，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困难度啊，这就是金钱无法取代的生命核心价值啊。那我女儿的这件事情呢，追根究底的缘起就是20年前的那个慧根，会跟着去萨尔瓦多那个慧根了。如果当初他们不想跟，也不会跟啊，宁愿去哪里玩啊，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慧根的了啊。所以20年来呢，我家师姐锲而不舍的陪伴、铺陈、酝酿、用心良苦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啊。这样子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其实这个也不止千日啊，20年啊。这个就是把所学佛法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佛法的最高价值在这个地方，佛法没有白学。有一句台湾话叫做“爱考过爱对咯”啊，意思就是说，菩萨道上啊，或者做志工的过程中呢，受到了委屈而哭泣啊，还是照样跟着志工团队走，没有脱队，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也必须心中有法啦，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因缘呐，才有办法继续跟呐，也必须心中有法，才有可能在这个志工跟菩萨道的过程中呢，关关难过呢，关关过了。套一首歌的歌词了，再多的受伤也不会闪烁泪光。即使含着眼泪，还是要带着微笑，这个是很激励的一句话了这样才能够紧跟着菩萨队伍呢往前迈进呢相反的如果受了一点委屈或受伤就停滞不前，甚至脱队，这样就好像离群的羚羊跟水牛以前我们有举过这个例子嘛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很容易成为狮子跟花豹觊觎的对象，这样就危机重重了那有人会问那明明带领我们的干部理念不正确啊，方向偏差，我们还要跟着他吗？这是志工团体里面常常有的提问。其实每个人做事或做好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来参加志工的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来做错事的，尤其是进入修行领域的人，都是一心要来改善自己的，要来学习消除习气、解脱烦恼的在这个改善过程中呢，免不了还会有犯错的时候嘛。之所以会犯错，都不是出于故意的。刚刚讲没有人要故意这样子做的，而是能力不足或者习气使然呢。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必须懂得善解所以要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也会不经意的犯错我们也是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点时间做调整嘛，你不要那么急嘛。对，我已经在努力往正确方向走了，但是还没有到目标还是过程中还是会有习气显现你给我一点时间调整嘛彼此这样想，那就是你心知我心也就是心比心而更贴心了要这样子。一些高僧大德之所以能远近驰名而近者悦，远者来我这句话我们常常讲了因为真的是很好的话包括众生包容众生的心包太虚是最主要的关键之一那即使追随者众多那他还是谦虚的说，那是别人会跟，不是自己会带这样子的涵养值得我们学习修行路上会跟的人比较不会停退，不会停退就不会脱队，不会脱队则慧命就比较有保障有一些年迈的年长的这些资深的志工偶尔来到了精舍呢走一走看看上人看看常住师父那上人都会对他们说
有空要常回来金舍哦，殷切的叮咛啊。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下午我跟海外有连线交流你们下午还有或者说我下午有跟志工有分享了你们如果不赶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听哦。在金舍我时常听到或看到上人就像慈母一样对返乡子女这样子亲切的叮咛啊。那为什么上人要这样亲切的邀约呢？其实这是师父在创造因缘，让他的弟子有机会把握因缘。所以你说要把握因缘，也要有人创造因缘才有因缘把握啊，否则你怎么把握因缘？所以创造因缘的人也是很重要这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啊。可是有时候呢，弟子根基不整齐嘛，对，孔子时代那个佛陀时代也是一样嘛，对。虽然师父是说者谆谆，但弟子还是听者渺渺啊有听没有做啦，有听没有懂啦，对其实呢，能把握因缘追随名师，或把握因缘亲近善事，跟一次算一次，这就是在做慧命的投资点滴的累积1993年呢，我在马来西亚刚接触慈济没多久呢，我家师姐就一直鼓励我呢，回来台湾呢，去净舍寻根呢，去了解慈济。那时候我一听一趟的寻根之旅要9天，而且呢，还早上3点多就要起床，参加4点多开始的早课。我找借口拒绝了，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家师姐对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跟我说一个企业家1年抽不出9天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企业是失败的。这句话讲得很够力我因为这句话呢被他激了只好跟着20几位马来西亚的志工呢到花莲净舍寻根呢。那一次9天的寻根里面当然不止花莲，还有台北那个时候上来正好在推动骨髓捐赠也到台北来结果呢，固执的我在生命中的第一次寻根之旅就皈依的上人了。所以证明了人人皆有佛性只是靠贵人启发而已嘛。对，结果那一次第一次就皈依的上人了。那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很积极的推动慈济工作，从我工厂自己先做起啦一直到今天呢，百花齐放遍地开花马来西亚现在是如此那这中间因缘促成跟因缘成就的因素很多可能各不相同，但离不开跟慧根有关这个慧根有关慧根就是会把握因缘你跟我，我跟他，大家一起跟着名师走，慧根。自己路不熟就跟着导游走，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走得再久也只能走马看花，但却永远看不到重点是不是如此所以学习之路没有慧根没有关系，只要慧根就好。不过还要注意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就跟你有问题要问人也是一样，要问对人，不要问错人。你要问善知识，不要问到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三不四，弄得自己心情七上八下。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有一种人是有慧根，但不慧根有慧根所以他智慧如海但是他没有慧根的入人群跟人群的福缘不足这样即使你很有慧根讲话，很有智慧讲话，也会没人要听就是说即使你很有智慧，也度不了人。这个叫做修慧不修福。那什么是修福不修慧呢？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夸耀自己很爱夸耀自己所做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他就问达摩祖师
我这个功德大不大？我这样子做啊。达摩祖师看他这样子讲，就跟他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梁武帝以他的权力跟威势呢，护持佛法，建造寺院呢，历史上记载是480多座啊。平常佛家所讲啊，建一座佛塔啊，塑一尊佛像，福报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何况是他建的480几座的寺院呢？梁武帝也喜欢呢布施供养出家人，书本记载是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很大啊。但为什么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时候还遭遇种种的不幸呢？布施这么多，福报绝对是有，但为什么业力还是转不过来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省思跟探讨。布施是有功德，但只要一着相就打了折扣，变成有漏的功德了啦。尤其呢，只要一傲慢就完了，就归零。因为梁武帝认为他跟达摩祖师呢话不投机的，我做这么大的佛教事业，你跟我讲说没有功德，他听得不舒服，所以他认为他跟达摩祖师的话不投机啊，所以他就没有就不想去护持达摩祖师了，而错过了护持达摩祖师这种大福德的机会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却把它放弃掉，而排斥掉啊，这个原因就是关键在于缺少什么？就梁武帝缺少什么？谦卑心跟恭敬心。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个就是修福不修慧了。所以梁武帝虽然造了很多的福，但是达摩祖师却说他没有功德。道理在这个地方。梁武帝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有一些慈济委员都说，有人说慈济是修福不修慧，你拿这个例子自我验收一下，是修福不修慧，还是修慧不修福，还是福慧双修？拿这个来自我检视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人家对我们的质疑，我们也是要感恩呐，人家没有质疑，我们就不会警惕嘛，对不对？是要感恩的对还未行善造福的人呢，我们就跟他讲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道理，让他先懂得去见苦知福，先见苦知福再讲啊，这个是对还没有行善造福的人来做的了那对已入佛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只跟他讲你见苦知福，他已经入佛门就是要福慧双修了，你不能只有造福或见苦知福而已，你还要再进一步跟他讲什么？福中修慧的道理，你不只有行善布施，之后你还要在入经藏，深入经藏才会智慧如海啊！所以要福中修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单讲见苦知福就是中门呐！以慈济的法门来讲，见苦知福就是中门，福中修慧就是法脉。这样大家一讲就都懂了，这样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对初根基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因缘果报跟人生是苦的道理，他很容易听进去啊，这是初阶版。但是对立根基的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个是进阶版啊。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叫做观机斗教啊。修福不修慧的道理，如果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就叫做只入中门不知法脉了，也可以解释为只入人群不入经藏。所以要两者双轨并行，双辅相成，才叫做福慧双修啊，悲智双运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有好几次呢，证严上人在跟海外据点负责人交流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负责人推动事业有成而沾沾自喜或执迷于这个事项自我陶醉的因此呢，除了给予赞叹与鼓励之外呢，都同时会殷切的叮咛这个是名师教育弟子
的睿智之处了。对，我赞叹你没有错，但是我还会警惕你，同时警惕就跟他讲，虽然你恢复推动的很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不是负责人会带，而是志工们会跟。讲这句话言下之意说，虽然会带的人很重要啦，但是会跟的人更重要啦。有人要带，也要有人会跟啊。如果没有人愿意跟着你，你要带谁？学生如果都不来上课，老师要教谁？对不对？病人如果都不来医院，医生要医谁？对，所以医生之间要互相感恩，医病之间也要互相感恩，那亲子之间也要互相感恩在团体中，领众的人要感恩追随的人，而追随跟随的人要尊重带领的人彼此除了互相感恩，还要时时各自警惕，感恩逆境，警惕顺境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开拓心灵视野的生命美学。跟着上人，跟着正言上人行脚，或者跟着正言上人在精舍里面随时也是一样的也算是一种慧根也可以学习很多。有一次呢，我陪着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在精舍呢，在精舍拜见上人因为他在社区做志工的时候呢，碰到一些人我是非也被人家冤枉误解了因此呢，逐渐离开团队。他见到上人的时候呢，他大吐苦水嫌这件事不公平嫌那件事不如法啦嫌团体里面有人说他是非啦对他不公平等等发完牢骚之后呢，上人对他开示很关键的开示上人跟他说，你不能因为团队里面有是非而离开团队要懂得避开是非，但不能避开人群，也不能避开众生。讲完之后呢，上人就对着我说，突然间头转过来介宇，你说说看。突然转过来叫我说发表我的看法其实上人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考旁边随侍的人但是还好我心里有准备，我战战兢兢的就分享，我就说我还好，我平常就记在心里的我就答说因为我就分享我的心得，我说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心不宽念不纯则人事变是非心宽念纯则人事变教育我就简单讲这几句对，我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开示就讲说还活着也有功能，但却未能发挥功能的人，我们就要优先去启发他，净化他，影响他，然后让他再去改变别人。这也是一段精辟的开示，是智者名师的宏观思维这是听名师一句话胜读万卷书对不对好，今天晚上的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